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 Focus 这个软件 SDXL 1.0模型的强大，相信大家都懂，也是号称地表最强大的开源文本转图像模型。它是双模型运行，就是由这个 Base 模型生成图像，然后再由 Refine 模型去优化。仅用这两个模型就可以实现上百种的一个风格，可谓是以一敌百了。最重要，只需要很简单的一个提示词就可以生成相当不错的一个图片了。但是我们要使用 SDXL 1.0模型，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WebUI 和 ComfyUI 对电脑的一个配置要求还是蛮高的，难倒了很多人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Focus 这个软件，它的一个门槛是最低的，只需要4G 显存加8G 内存就可以使用 SDXL 模型了。它是由之前的 ControlNet 作者进行研发的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上手简单，3步出图，门槛低，图片质量直逼 Midjourney。它的一个下载安装方式简单到让你怀疑人生。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先来到官网，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，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。然后我们往下滑，看到这里了吗？这里就是这个软件它整个界面了，图像、提示词、生成的一个按钮，还有一个高级设置就没了，非常的简洁，很好懂。然后我们往下滑，我们先翻译成中文。你可以看一下这款软件呢，它是对 Stable Diffusion 和 Midjourney 设计的一个重新思考，学习了 SD 的离线开源免费，然后它生成图像的一个方式跟 Midjourney 是差不多的，然后它的这里生成图像，它所需要的鼠标点击次数严格控制在3次以内。等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最低的一个 GPU 内存就是 4G。非常还是比较小了，然后我们往下看，这里就是下载的一个方式了，非常简单。第一步你就点击这个进行下载它的压缩包，当然我这里就不点击了，因为我已经下过了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压缩包，下载好了之后你要进行解压，这里是已经提前解压好了，然后点进去，然后你双击它就可以了，整个步骤就完了。当然这个地方我不建议你直接双击这个，而是先下载模型，就是下载这个 SDXL 1.0模型，就是这里。如果你没有下载的话，你可以点这个地方，然后下载 Base 模型和 Refine 模型这两个模型。如果你下载过了，你可以把它放到就是这个文件夹这个录进来。当然这里注意了，如果你之前下载的 SDXL 1.0模型，它的一个名字你需要改成这样的一个名字，要一模一样的，不然你运行这个脚本的时候可能会出错，就是这里。然后这个模型呢是放到这里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我们不是进来了之后吗？然后你点第一个 Focus 这个文件夹进去，然后找到 Models 点进去，然后找到 Checkpoints 点进去，然后你把你下载的2个模型，然后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。这2个模型名字一定要是这2个名字，不要忘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你出现这个东西看到了，然后就是你的模型文件已经损坏了，然后需要重新下载模型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它的一些要求，然后基本上就没了。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地方，放好了模型之后，我们回到这里，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双击它。好，它会自动弹入这个界面，非常的简洁。这是生成图像的，这是提示词，然后生成按钮。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提示词，比如说 One Girl， 然后我们点这里生成，它默认的时候是生成2张图片的。大家这里第一次生成的时候，你可以看一下后台，可能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，它要下载一定的东西。好，生成了，你可以看一下这2张图。如果你没有进行设置的话，它是一次性出2张图的。我们都可以看一下，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高级设置，勾选它，它这里就会弹出这样的一些界面。然后这里是设置，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选择就是速度优先还是质量优先。速度优先呢，它是对应的30步的一个迭代步数，然后这个质量优先呢，它是对应60
迭代步数的，那么更高的一个步数的话，出图的一个质量也会更好，但是消耗的时间也会更多。这个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就行了。然后我一般是质量优先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选择图片的一个尺寸，也是 SDXL 1.0模型试验出来的最佳的一些尺寸。你可以在这里去选择，有横图、方图、竖图，这里都可以选择。那我就选择1024×1024吧。然后这里呢，它是代表一次性出几张图，你可以选成1，就一次性出1张图。这是反向提示词，可填可不填。然后这个呢，相当于是种子随机，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用 WebUI， 然后种子的那个地方设为-1，它就是随机的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如果你取消勾选，那在这个地方可以输入种子去锁定种子。那我这里就随机吧。然后我们先看最后这个，先看这里的高级设置，然后这里呢是 SDXL 的模型，然后你可以放到这里来。那这里就是 Base 模型，这个地方不能用 1.5 的模型，只能用 SDXL 模型。大家注意了，就是放的位置就是跟之前的那个是一样的。然后这里呢是 Refine 的模型，就是进行优化的。然后这个是 SDXL 的 LoRa， 你可以进行一个就是说勾选，它的一个放置位置跟那个地方是一样的。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这里来，找到 Models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 LoRa， 这里你把 LoRa 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呢是自动的一个 LoRa， 就是它本来就是自带的，然后这个有 LoRa 的一个效果会更好。可以看一下作者给的一个介绍嘛，这个。在最后这里，作者测试了使用这个 LoRa， 并且这个 LoRa 的权重低于0.50，结果总比没有 LoRa 的 XL 好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这个 LoRa 我们就默认作者给出的这个 LoRa， 然后它的一个权重我们默认0.5，其他因为就没有嘛。然后我们再往下看，就是这里的高级选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采样清晰度设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其实作者这里也给了介绍。这个高级功能，我们点击它，然后进入这个界面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1、2、3，就是我们刚刚的步骤嘛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清晰度为2的时候，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图像是这样的；清晰度为10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看一下是这样的，就是质量好了很多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这里清晰度20。然后它的质量是这样的，所以说图像的话也是越来越立体，锐度也就更多。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的。然后下边也是清晰度为2的时候，清晰度为10的时候，就是这样的20。大家都可以下来看一下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设为10吧，根据自己需求来设为10。然后其他我们就不变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较重要的就是这里的风格了。非常的多，有接近200个，183个应该是。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看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非常多。比如说我在这里随便去输入一个吧，cat 吧，就很简单的一个提示词。然后我们用这个动漫的一个风格试试看，然后我们生成。好，这里生成了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我们再换一个就是风格，比如说像这个幻想艺术，然后我们再点击生成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也是很惊艳的这些图片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比如说这里还有广告的一些风格，这个广告汽车，比如说我这边。我去搜一个汽车的，然后在这里我就用这个吧，然后复制一下它的一个提示词，然后回到这里，把它粘贴到这儿。这个提示词还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还是影响你的出图的一个质量。然后我们广告汽车，对吧？然后生成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虽然是生成了3个图，当然你可以继续生成嘛，就是这里相当于是抽卡一样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，比如说像上边我们产品设计吧，可以看一下。
说我们就以这个迪奥的，然后复制一下，粘贴到这里来。然后我们这里奢侈品广告，然后我们再生成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张图也是很惊艳的，就是整个画质还是非常不错的。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个风格，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。当然也有很多大佬对这些风格进行了一些测试，比如说像这里，我们回到这个官网嘛，然后还是讨论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，它就是184种带有图像的一个样式。可以看看，就是风格对应的一些图片，大家都可以在这里看到。还有其他的一些大佬，但是这个非常耗时间，我就没去给大家做了，大家下来可以试一下。所以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。这个呢，对小白来说，或者是电脑配置低的来说，真的是一个福音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